紫苏哥哥，你这一回京，青阳城的很多学子就难有机会再见到你，不如你给他们一个仰慕你的机会。仰慕我的机会？怎么给？咱们办一个讲座。这有什么好分享的呀，妹妹？哥哥就随便学一学，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下子考中解元。莫非天赋真的如此重要？我当年读书的时候都是天天熬夜苦读啊。哎呀，天赋不一样，我就随便读读。对，紫苏哥哥天赋好，又很会选书，应该跟大家分享分享。林姑娘言之有理，不如由我筹办这个分享会。林家张灯结彩，红绸高挂，小院弥漫着喜庆的氛围，宾客们络绎不绝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新郎林立东英俊，新娘钱多锦娇美，三拜之礼庄重典雅。新娘钱多锦在丫鬟严默严厉的搀扶下，被送入了林家早已备好的新房。林立夏满心的欢喜，打算今日就将林家后院的掌权交给大嫂。刚走到新房门口，被影中和风随影拦下。林姑娘，属下有要事要禀报。影中，何事？查段子怀的人回来了，他身份没问题，就是南西城剑锋10多的首富。影中，区南西城的首富，他敢挑战你的主子？林姑娘，你是不是知晓我主子？对，知晓段子怀烧了你主子的小院，你主子可是镇北郡的陆家二公子。你说没人给段子怀撑腰，他一个商贾如何敢？林姑娘，派去查段子怀的人说，段子怀之前想投靠大皇子一派，属下猜段子怀放火烧我主子的小院，就是给大皇子的投名状。只是后来大皇子败得太快，之后段子怀就跑得也飞快。影中，你主子打算如何处置段子怀？段子怀若识相，我主子自然不屑跟他计较。明白。有钱不赚是王八蛋呀！段子怀心机深沉，动机不纯，可手里的好东西却不少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一回聊斋，看看谁的段位高又何妨？林姑娘，在下刚到青阳城，听说今日是你大哥婚事，就备了一份薄礼，匆匆赶来。段公子有心了，上次你让冯掌柜送来一车玉石，我一直等着给你回礼呢。哦，不知道林姑娘打算送我什么回礼啊？3箱万金油，不知段公子是否嫌弃？只要是林姑娘送的，在下欣喜都来不及，又怎会嫌弃呢？段子怀说着，又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林立夏微微别开眼，这个骚狐狸又对他展示美男计啊！段公子，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我先带你入席。我带段公子入席。段公子，我奉命保护林姑娘，这段时间任林姑娘差遣。段公子不会拒绝我带你入席吧？姬慎对林立夏太伤心了，竟派出这么多暗卫保护他。如此一来，他想带走林立夏，就只剩下一个办法。有劳。段公子，请。我该叫你封将军还是封公子啊？罢了，叫什么都一样，你最后都是死。段子怀，别以为你是贵客，我就不敢对你动手。封将军，你主子知道你对林姑娘心思不纯吗？你胡说！风随影急得脸颊瞬间一片通红，恨不得一拳打爆段子怀满嘴牙。封将军，你越急就越心虚。段子怀，风随影低吼一声，单手锁喉，将段子怀按在墙角。你在找死！哼，杀了我，你如何跟林姑娘交代？风随影神情僵住，段子怀掰开了风随影的手，风淡云轻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封将军，你护他跟护眼珠子一样，暂且当你是奉命行事，但你看他的眼神都是男人，你当旁人是傻子。风随影心中一紧，暗自捏紧拳头，他都已经很克制了，还这么明显吗？其实这事不怪你，像她这般好的姑娘，任谁与她相处久了都会被她吸引的。就如我，最初只是对林家香皂感兴趣，她却勾起我对她的好奇。我越想了解她，就越想琢磨她，然后不知不觉就越陷越深了。你同我说这些做甚？风随影抬眸，看着段子怀雌雄难辨的俊脸，心中慢慢涌起了一股苦涩。他连这个商贾都不如。我与你不同，我护他是因为他是我未来主母，我敬他亦是因为他是我未来主母。封将军，你要自欺欺人到何时啊？你看看这满场的宾客，有哪个不是敬他？又有几人同你一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？我若是你啊，要么与主子争一争，要么就趁现在不深，尽快抽身。抽身？段子怀，你是不是以为只要我撤离他身边，你就有机会带走他？我心悦他不假，他未定亲，我未娶妻，他善经商，我也善经商。比起陆家高门大户的牢笼，你怎知我不是最合适？难怪骆子苏喊你骚狐狸，你这人确实很令人讨厌。你谬赞，封将军，咱们已经在这儿站这么久了，一起喝一杯。请。看见段子怀，林志山瞳孔放大一瞬，这个骚狐狸还有脸来？段公子，
稀客。段公子，我是林芷山，感谢你远道而来参加我堂兄的婚宴呐。来，段公子，请允许我替我堂妹立夏敬你一杯。请。竟妄想用酒把他灌醉，他且看看谁先醉。林立夏推开门，一眼便看见大嫂钱多锦穿着一袭大红嫁衣，一脸羞涩与期待坐在床边，桌上糕点一块未动，旁边托盘里摆着红盖头与玉如意，显然是他大哥已经来过。大嫂，我日盼夜盼，终于把你盼进门了。立夏，大嫂，我怕你今天饿肚子，特意让研墨给你准备了糕点，谁知道被我大哥抢先一步。大嫂，你看，那些糕点都是我大哥亲自找庄妈妈给你做的。你要是今日饿肚子，我大哥这心思就白费了。我不饿。大嫂，这个红枣桂圆糕寓意你与我大哥的日子红火圆满，幸福甜蜜，你要不要？要。大嫂，清幽姐姐早就自告奋勇说陪你，怎么不见她呢？方才你大哥来的时候，他出去了。猜我带了什么？鸡汤。我奶奶昨晚就让庄妈妈炖的，我还以为她会让我大哥提来呢。奶奶是打算让你大哥提来的，是你大哥怕饿着你大嫂，让庄妈妈先送来，被我抢了先。清幽，谢谢你。来日等你成亲时，我也定不会让你饿着。喝你的鸡汤吧，知道你喜欢四季花，特意给你泡了水，等会儿让你漱口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他大嫂用月季花漱口，等会儿满嘴的月季花的清香，他大哥可不能掉链子。大嫂，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善长家，我善赚钱，以后家里的事就靠你多费心了。看着手中的钥匙，钱多锦心中涌起了一股被人信任的感动。别人家争来夺去的掌家权，她嫁入林家的第一天，小姑子直接交给她。很坦率的小姑子，很贴心的夫君，很温暖的奶奶，很暖心的妯娌，让她对婚后的日子充满了期待。立夏，我定不负你所望。大嫂，咱家简单，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一切慢慢来。清幽姐姐，你陪我大嫂说说话，我出去还有点事儿。姑娘，你快去看看，那边要打起来了。谁这么不懂礼数，在我大哥的婚宴上打架？封将军、段公子还有尹公子，他们坐在哪儿？快给我带路。与芝山公子一桌。姑娘，他们喝了不少酒。林立夏转过弯，一眼便看见风随影提着段子怀的衣领，一副随时要干仗的模样，纷纷看热闹。凤将军，你作甚？将到嘴的你找打改成一副嬉闹的姿态。你喝不喝？喝就喝。听见段子怀说喝，影中面无表情，端着酒杯就灌了段子怀，将段子怀灌得咳嗽不停。别喝太急，你看都呛着了，快喝点水压一压。林芷山，你拿错了，那是酒。反手倒满一碗酒，接着林芷山继续灌段子怀。段公子，快喝点压压。林立夏是瞠目结舌，段子怀怎么惹到这三个人了？竟让这三人一唱一和，当着众人的面在酒桌上直接灌段子怀。人有远近亲疏，情有深浅厚薄，林立夏自然是站他堂兄这边了。试图想让林立夏来解救他，谁知林立夏竟瞪大双眸，一副看戏的姿态，他气得心肝直颤。再让这几人灌下去，他的假壳就会变成真壳了。段子怀猛地一推，想将灌他酒的风随影给推开，谁知风随影借着这个力道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哼。哎呀，段公子你作甚呢？你要摔死我呀！这下原本的假壳瞬间变成了真壳，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段子怀就咳嗽得满脸通红。风随影和影中一副憋笑憋得脸通红的样子，林芷山差点笑出声，假模假样的给段子怀拍背。段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？不要。骚狐狸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要不要再喝点酒压一压？压你妈呀！段子怀气得心头一梗，干脆两眼一闭，来个装醉。凤将军，我家没有客房了，能不能？能。林姑娘放心，我会给她妥善安排好住宿。有劳凤将军了。只要不在他大哥婚宴上打架，剩余的他才不管呢。志山哥，我答应回赠3箱万金油给段公子，你帮他装车，跟风将军一起送他。好啊。冯队长，不要将骚狐狸丢进花楼吧？有何不可？罗子素，你读那么多书，可听说过狐狸有发情期？有。冯队长，我发现呀，你比云无痕脑子灵光。那是自然。风随影扛起了段子怀，大步流星对花楼迎客的姑娘道：去安排一间上房，把你们店里接客最多的姑娘统统喊来。这么狠？骆子素一脸同情地看着段子怀，想看看这段子怀到底能装多久。风随影感觉背后一热，一股酒臭味扑鼻而来，他气得反手一扔，段子怀抓着花楼的门槛，摇摇晃晃地站稳。凤将军，
这是哪儿？我头好晕啊！骚狐狸，你故意吐我一身！哎呦，这位爷呀，我求求你，咱们换个地方吐。落你大爷！骚狐狸，你离我远点！骆子素跳着躲开了段子怀，还不忘伸手反推段子怀一把。公子，我是念夏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殿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公子，我们再不来，你就被林家人送到花楼了。哎，你这个丫鬟怎么乱泼脏水啊？是你主子醉酒后哭着喊着要来的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段子怀，你要逛花楼，我送你来的稍慢一些，你就吐了我一身。对，就是段公子要逛花楼，我们酒宴上的人都可以作证。殿下，走，这地方不好，咱不要学他，堕落。对，他就是堕落。洛兄误会了，这间花楼的东家喜欢跟我们段记买香料，我是来谈生意。堕落就是堕落，别找借口。这间花楼与我名下几个铺子都有生意往来，谁见我进过花楼啊？在下汗颜，不知道洛兄现在修身养性，竟会错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洛兄，万金油和香皂在南西城那边供不应求，只要你帮我说服林姑娘，让她多供一些货源给我，我将这2个丫鬟赠你，让他们随你回京。赠我？骆子素吞咽一口，如今他学业有成，再带这2个美人回京，绝对算是荣归故里了，定会羡煞京城那帮纨绔。段兄，你这个提议当真是有些难办呐，你容我试一试。洛兄，林姑娘向来敬重你，你肯帮忙，这事就成一大半。你别高兴太早，妹妹待我是极好，但我向来也不愿她为难。明白，这事骆公子肯开口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事能办成，你可以直接带走他们；事不成，你出银子才能带走。你等我消息。马车上，风随影盯着骆子素看了许久。骆纨绔，你已经考中解元，不会没看出来段子怀有问题？看出来了，他有他的算盘，我有我的算盘，就看谁笑到最后了。妹妹，哥哥知道呢，段子怀想害我，想用美人误我读书，可他那2个丫鬟的名字一听就知道他对你图谋不轨。哥哥把他丫鬟弄来，马上就给他们改个名字。念夏、恋夏。据我所知，南西城酷热难耐，夏季很长，或许是他离家后的一个念想。还可以这样解释啊？妹妹，那他说的合作……子素哥哥，你告诉他，供应跟不上，除非他愿意加银子。明白。我看呀，他不缺银子，那美人能要吗？子素哥哥，我刚才细琢磨了一番，段子怀是嫉妒你了。他嫉妒你拥有这么好的读书天赋，故意派2个美人霍霍你。我怕他背后有阿杂手段。妹妹说的对，他确实是不如我，妒忌我那也是人之常情。子素哥哥，咱们不能让他得逞，不如你将美人带回来，平日让清幽姐姐给你盯着。卢宣伟，你这老鼠洞打得不错呀，是得你娘的人传，还是得你爹的人传呐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骆子素又一颗石子砸在了卢宣伟身上。你当初带人抢妹妹秘方时，那可是嚣张极了。骆子素，是不是让你痛打我一顿，你就畅快了，你就能放过卢家了？想让我放过卢家，得先问问你爹做的好事儿。卢世美，你觉得这事可能吗？我今天就带我小姑姑。哎呦！骆子素话说到一半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要朝坑里栽。你吓死人啦！痛打丧家犬，差点把自己给打进去。这便宜义兄是第一人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什么绝对不可能啊？顺着卢世美的视线，骆子素很快发现对方质疑的对象是林立夏。卢世美，你看谁呢？云儿，你是云儿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卢世美，你害死我小姑姑，你还有脸提我小姑姑的闺名？不对，你不是洛云，洛云她早就跳河死了。你是谁？是谁？你怎么会和洛云长得一模一样？林立夏瞠目结舌，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旁边的骆子素。妈呀，是卢世美疯了，还是她真的与骆子素小姑姑长得相似？洛云，云娘，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天哪，别告诉他打赌认下的便宜义兄是他娘舅家的亲表兄，他娘亲爹是帝师，骆家会把他们当成碰瓷的吧？妹妹，骆子素同样满眼震惊，可惜小姑姑死后成为骆家的禁忌，他从未见过小姑姑的画像。妹妹，你喊她妹妹？好一个骆家呀！自是书香门第，竟让女儿诈死，另嫁旁人。你们瞒天过海这么多年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一直讨伐我们卢家。你们骆家就是伪君子！你闭嘴！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样诧异地看着对方，两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。同样不平静的还有风随影，
他满眼诧异地看着骆子素，又看看林丽夏，心中好似被人剜了一刀。林丽夏是帝师的外孙女，皇上是不是可以马上娶她为后了？林姑娘，这个老匹夫敢惹你生气，我现在就下去揍他。好一个三朝帝师，好一个伪君子啊！吴千户，命人堵上他的嘴。他与骆子素以义兄妹相称这么久，他对骆家和卢家的恩怨也算是了解。骆家与卢家因骆子素小姑姑之死反目成仇，两家在朝堂上针尖对麦芒多年。这时候坐实了卢世美这番话，定让骆家人这些年的仇视沦为笑柄。老匹夫，你如意算盘打得真好！你们卢家自己搜刮民脂民膏于肉百姓，跌落了尘埃，还想拉着骆家陪葬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也拉进这个漩涡，朝我娘的身上泼脏水。武枪户，劳烦把他拉上来，我去找个棍子狠狠揍他一顿。武三刀愣住一瞬，像拖死狗一样将堵住嘴的卢世美给拖了上来，命人狠狠地按住他。林姑娘，有我武三刀在，收拾这种鱼肉百姓的贪官，怎劳你动手？武三刀说着，手脚并用，连打带踢，拳脚落在卢世美的身上。卢世美的嘴被臭鞋子堵着，被打得面目狰狞，却一个劲儿地狂颠地笑着。老匹夫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老匹夫，我骆子素早就想痛揍你一顿了，今日终于有机会了。这个老匹夫疯了。顺着卢世美的思路，他小姑姑当年跳河没死，妹妹会是小姑姑的女儿吗？妹妹，子素哥哥，这个老匹夫狡猾得很，随意扯个说辞就想给帝师大人泼脏水。你们骆家远在京城，我们林家穷在乡野，岂能听他乱嚼舌根子？认亲肯定是要认的，但应该怎样认才不会坏了祖父的名声，才不会让妹妹一家人受到诟病？这可要细琢磨一番。武强国，这人乱给我祖父泼脏水，我能不能毒哑他？寻找哑药多麻烦，我武三刀手起刀落，保证他以后再也开不了口。武千户，这事儿不好让你手染血腥。林姑娘放心，我武三刀不杀他，我割猪舌头绝对是一把好手。说完，他拔掉卢世美嘴里的臭鞋，掏出了一把匕首，不想让林立夏目睹血腥，便提着卢世美转了个身。啊的一声尖叫之后，卢世美满嘴流着血，昏死过去。带他去上药，这个要不我一并处置了。好啊好啊。林立夏是满眼的惊讶，这武三刀从哪儿学来这么利落的割舌手段？破船还有3000钉，卢世美好歹是大皇子妃的生父，武三刀一个山匪出身的千户长，能承担起后果吗？风将军，武千户这样做，卢家的党羽会不会寻他的麻烦？不会，林姑娘莫担忧，我武三刀心中有数。我武三刀可是护送过皇上的千户长，他们谁找我不痛快，就是找皇上不痛快。林姑娘，武三刀说的没错。风随影面无表情，看着武三刀手起刀落，利索割掉卢玄伟的舌头。像卢家这样的贪官早就该死了，若非皇上开恩，让他们挖矿修路，他们岂会活到今天？废物再利用，修路挖坑是个利国利民的赎罪机会，挺好。妹妹这么一说啊，我也觉得皇上挺英明的。这么英明的皇上，应该不会计较我们小时候的事吧？子素哥哥，你努力读书，成为龙鳞国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才。看在你能为国效力的份上，我想皇上应该不会太为难你。有道理啊。这么好看又聪明的妹妹，一定是他小姑姑留在世上的血脉。难怪他们这么投缘，这是血脉的羁绊，让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呀。妹妹，我们回家，哥哥一定要努力读书，待哥哥考中状元，先考这个陆定坤的学问。骆子素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要怂。哼，我骆子素从来都不知道怂字怎么写。这么会作死，得亏有个三朝帝师的祖父罩着他，不然迟早要玩脱。子素哥哥，咱们说话留3分余地，别说太满。妹妹，这次回京啊，哥哥有很大的把握能赢过陆定坤。子素哥哥，你在努力读书，别人也没停下。没关系啊，哥哥比不赢，还有哥哥的哥哥；哥哥的哥哥比不赢，还有哥哥的祖父。妹妹，哥哥决定了，以后想娶你的人呐，必须要在学问上赢过骆家的男人。陆哥哥，你这个决定妙呀！骆家男人也包括帝师大人吧？当然。谁能在学问上胜过帝师大人？林姑娘还能嫁得出去吗？对呀，谁能在学问上赢过他祖父？妹妹找不到夫婿怎么办？林姑娘，我这有养了2个月的小野猪，烤一烤，外酥里嫩，咱们去挑一只烤来吃啊！啊，去看看。好啊。京城皇宫，骆子博手持一份奏折，一脸激动走到脚下生风，跟在大太监身后。一踏入殿内，就看见皇上很专注的在画画，嘴边带着若有若无的笑。骆子博愣怔一瞬，
难道皇宫的传闻都是真的？皇上用绘画排解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？皇上，风随影派人送来了林姑娘给您的回礼，快呈上来。竟是一块玉佩。皇上，这好似是用您送过去的那块玉石雕刻而成。朕瞧着这玉佩像是一对儿。是一对儿。皇上，这是白玉连理枝，寓意着夫妻之间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，共同奔赴未来的承诺。直到感觉玉佩不平，他翻开玉佩的背面一看，看见上面那个下字，他激动的心跳如击鼓。寓意着夫妻之间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，共赴未来的承诺。皇上，这一般是民间夫妻的承诺，林姑娘送您这样的玉佩。妈，朕不配吗？骆子伯心中一惊，连忙跪下来请罪。臣惶恐。皇上，这白玉连理枝玉佩像两棵互相缠绕着的树，相互依偎形成完美的整体，乃民间夫妻情深意重之象征。皇上，您贵为天子，是送您玉佩的林姑娘痴心妄想罢了。陆爱卿啊，你可知朕用了多少心思才养出她这份痴心妄想啊？骆子伯瞪大双眸，满眼不敢置信，他方才会错意了。龙鳞国皇上竟是情种吗？他余光看向龙案，很想看一看让皇上成为情种的林姑娘究竟美成什么模样。骆子伯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好奇心，见皇上没有制止他，他大着胆子拿起桌上的画像，看清了那张他记忆中很熟悉的脸。骆子伯像个木雕一样僵住，这个林姑娘的眉眼为何与他记忆中的小姑姑长得一模一样呢？骆子伯怀疑自己看差了，他闭上眼又睁开眼，反复几次，画像的脸依然是他熟悉的那张脸。骆子伯激动的脚下发颤，这世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怎么可能长得一模一样的眉眼？陆爱卿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是觉得朕这幅画有什么问题？皇上，画架上的姑娘长得太有福气了，臣怕看错，反复确认，这位林姑娘就是个有大福气的人。陆爱卿有眼光，她是很有福气。陆爱卿，你深夜入宫，所谓何事啊？回禀皇上，大喜！臣看到青阳城县令这份奏折，臣欢喜的等不及明日禀报皇上。皇上，罗县令在奏折中上报，青阳城境内水稻增产3成之多，且发现有种粮食高产，可亩产量达到1000斤之多，实乃龙鳞国百姓之幸。高达1000斤之多。陆爱卿，尽快派人去核实，朕要知道这份奏折后的全部信息。臣遵旨。皇上，陆家今日收到一车新鲜玩意儿，臣特意送来给您尝尝。呈上来。金慎想起来，他在青阳城时用的是陆定坤的身份。陆定坤打开食盒，食盒一共3层，第一层是水煮囫囵土豆，第2层是土豆炖排骨，第3层是土豆焖鸡。皇上，这青阳城县令很有趣，给陆家送礼还送食谱，您尝尝。是送朕的，可以记如史册的高产粮食种子，林立夏就毫不保留地给了罗海昌，而罗海昌却在奏折中只言片语都不提及林家，辜负了林立夏对其的信任啊！这个罗海昌真是让人可气。皇上，那个县令啊，还送了一封信，臣与他交集不多，猜这封信是朕的。罗海昌这个老狐狸还算是深谋远虑，做事很是有分寸，怕县令的奏折送不到他手中，特意给陆家送去土豆，又给他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书信。在书信中全盘托出了土豆的来历，还知道狠狠夸林立夏一番，挺识趣的。陆爱卿，青阳城不必派人去了。陶福，传朕口谕，让吏部尽快推荐人接替青阳城县令一职，将青阳城原县令罗海昌调回京中，任吏部正五品郎中。罗海昌好运道啊，这短短1年多的时间，官升3级，竟从梅花城一个从6品县令一跃成为京官。骆子伯手持画像，在祖父书房急得走来走去，心乱如麻，连祖父何时进来都不知道。子伯，好端端的你拿着你小姑姑的画像作甚？祖父，小姑姑当年没死，还另嫁了旁人，不可能。子伯，是不是有你小姑姑的消息？祖父，我在皇上那儿看到林姑娘的画像，眉眼与小姑姑一模一样。祖父，以前虽然想不明白，咱家子孙那么不着调，为何那么听林姑娘的话？如今明白，这是血脉的羁绊。祖父，虽然怀疑林姑娘是小姑姑的血脉，却想不明白小姑姑为何窝在山野人家，不进京寻咱们。云儿啊，是爹的错，云儿，是爹对不起你。当年他娘带着小姑姑去青阳城时，他已经7、8岁了，记得很多事情。他记忆中的小姑姑说话温婉好听，性格温柔又体贴，对祖父和祖母都是很敬重。
卢世美另娶别人后，她小姑姑曾消沉过一段时间，却没有到轻生的地步。这小姑姑为何会跳河呢？这个问题困扰她很多年，她却一直琢磨不明白。祖父，当年除了卢家的事儿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小姑姑轻生了？不，你去安排，明日出发去青阳城。祖父确认你表妹的身份后，再细说。祖父，不可，您身体撑不住这样的劳累奔波。子伯，祖父怕等不及。祖父，子素信上说他会跟随林家一同进京，我怕咱们路上错过。林立夏刚走到路口，就看见胖忠背着林文耀吭叽吭叽地朝回走。我爹他怎么了？林立夏一脸慌张迎上前，一股酒味扑鼻而来。妹妹，你爹醉倒在你娘坟前了。不稀奇，以前我家穷，我爹有心事只能去我娘坟前坐一坐。现在我家有钱了，我爹终于有机会去我娘的坟前一醉解千愁。骆子素从林立夏轻描淡写的口吻中听出了几分无奈和淡淡的悲凉。他想象不到，连喝酒都是奢侈的日子，他小姑姑是如何忍受下来的。妹妹，你爹和你娘感情很好，周围人都说好。妹妹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子素哥哥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觉得这事儿等咱们进京从长计议。为什么？妹妹，你是不是知道我们是有……子素哥哥，隔墙有耳。妹妹，咱们回家说。好，子素哥哥，咱们以兄妹相处这么久，堪比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。奶奶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夏夏，奶奶说……大哥大嫂，咱们回家说。大哥，娘走的时候你已有6、7岁，你可曾听娘提及过外祖家？没有。夏夏，这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大哥，娘没有失忆，也没有被囚禁，却从来不提娘家，我想定有隐情。妹妹，能有什么隐情啊？就是被卢世美伤到了。我记忆中啊，骆家每一个人都很怀念小姑姑，祖母逝世前还喊着小姑姑的名字呢。可芸娘活着时，村里人一问她娘家的事儿，她就掉眼泪呀。子素哥哥，我娘的事不如等咱们进京见到你祖父以后再议。妹妹，你不想认骆家？子素哥哥，这件事等咱们回京，我带我爹去骆家，咱们再商议。这林姑娘有什么要紧事，特意避开他们几人，关上门跟骆子素议呢？还要带林文耀去骆家商议，莫不是两家要议亲？吴涵，去清场。遵命。谁家的马车跑这么急切？主子，骆家未接骆傻子，阵仗可真大。骆家将碍眼的骆子素接走，正好方便他与林立夏叙旧啊，挺好的。吴涵，挪马车，让骆家。遵命。主子，帝师大人亲自来接骆傻子了。骆明德跟他告假半月之久，他昨天才派人去给骆明德诊病。御医跟他禀告说，帝师的身子是大喜大悲后的七情内伤，需静养。吴涵，去传旨，让骆大人爱惜自个儿身子，莫要站在那儿吹冷风。遵命。主子，听着马蹄声的方向，像是有人要进城，会不会是林姑娘啊？姬慎撩开了马车帘子，正要下车时，看着对面望云亭的帝师，他又放下了帘子。不妥，林家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他这个时候下马车，定会被帝师祖孙俩当面识破的身份平添波澜呀。主子，确认了，是林家的人。为首的是林姑娘的堂兄林志山，他手里还扛着新月镖局的旗帜呢。他们停下来了。主子，属下。祖父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这个招摇的傻子，就算是荣归故里，也不至于打扮得像个新郎官吧？这好好的一匹白马，还系上一个大红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迎郭总。很快，从他的方向正好看见骆明德很激动地朝林家方向张望。姬慎不悦地拧紧眉头。骆明德身子骨不好，接到骆憨子，为何还不走呢？吴涵，下去催促一下，让骆家人带着骆子素快走。主子，林姑娘出来了。朕看见了。姬慎目光炙热地看着林立夏。分别了186天，林立夏长开了不少呀。一袭鲜艳如火的红衣，配上灿烂的笑，鲜活又灵动，炫目至极。这碍眼的骆家人何时才走呢？主子，不对劲儿啊！于洪恒满眼惊骇。林姑娘扶着帝师坐上了骆家的马车，朕看到了。不学无术的纨绔，稍稍取得一点成绩，就让骆家人将改变纨绔的林立夏封入座上宾。朕这一趟白来了。吴涵，回宫。主子，您在车上等一下，属下现在就带林姑娘来见您。去吧，切勿暴露朕的身份。属下明白。晚辈无痕问帝师大人安。莫怕，我将他打发了。帝师大人，无痕寻林姑娘有事商议，还请帝师大人行个方便。云将军，林立夏是知道躲不过去了，
他撩开了马车帘子，看向不远处那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，说心中不激动，肯定是假。马车帘子后，专注炙热看着他的人是已经登基为皇的姬慎呢。两人半年未见，他此刻去见他，谁知道那个霸道的男人会做出什么风局？可不去见他，好似也不行。谁知道这个执掌天下的男人会不会一气之下当众对他袒露身份？到时他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。不行，他得先稳住姬慎，反正姬慎是不知道他已经知晓他真实的身份。云将军，陆将军近来可好？好，他在马车上等着林姑娘。那可是不巧了，我们林家早就递了拜帖去骆家，不好让帝师大人多等。云将军，劳烦你将这个带给陆将军，告诉他3日后林家邀他吃饭。林立夏说话间，摘下他腰间压裙摆的一枚平安扣递了过去。这，帝师大人，可否借您车上礼盒一用？取出了红木盒内的玉镯，递给了林立夏。这本就是送你的见面礼。谢谢帝师大人，林将军劳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主子，骆家魏骆傻子对林姑娘一家人都很礼遇。拿来。主子，林姑娘说她先给骆家递了拜帖，邀您3日后去林家吃饭。3日后？姬慎攥着红木盒子的手紧了又紧，他一日都不想多等啊。林立夏送他白玉连理枝，又送他贴身带着的玉佩，两人明明近在咫尺，却又不愿来见他。他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？姬慎透过帘子看着骆家的马车从他车前离去，却不见林立夏掀开帘子回看他。姬慎的心中是更加的气闷。跟上。马车上的林立夏发现姬慎命云无痕跟着他，他情不自禁地攥紧了手心。疯男人想做什么？不能让他跟去骆家。想到这儿，林立夏掀开了马车帘子，回看向云无痕的方向，正好与掀开车帘的姬慎视线对上。那双炙热又有侵略性的目光让他想起了上次被强吻的画面，他顿时心跳犹如击鼓。为掩饰他的慌乱，他赶紧放下了帘子，脸颊却还在发烫。怎么了？陆定宽，许久未见，你怎么还这么厚脸皮跟着妹妹呀？听见骆子素的声音，林立夏与骆明德同时掀开马车帘子看过去。马车外，骆子素骑着白马。陆定宽，我已经考中解元，下一个目标就是状元。等我考中状元，第一个要在学问上胜过你，杀杀你的威风。就凭你？姬慎连个眼神都没给骆子素，紧盯着马车对面的林立夏。他方才躲他，是因为害羞吗？骆子素可气坏了，他挑灯夜读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取得今天这番成就，陆定坤还看不起他，就这还想娶妹妹？不行，得杀一杀陆定坤嚣张的气焰。陆定宽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凡是想娶妹妹的男人，必须要在学问上超过我们骆家男人。闭嘴！骆子素蒙住了，他说的不对吗？为什么祖父、大哥、姑丈、云无痕他们都呵斥他？云无痕揉了揉眉心，他升官的速度赶不上骆子素作死的速度呀。林文耀也是满眼的无语，骆子素当众这么说，是想让他家夏夏嫁不出去吗？胡闹！你如此说，是想盼着祖父死？祖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给妹妹撑腰呢。不过脑子，你方才的话是想让咱祖父给求亲的人放水，还是怕他嫁不出去？大哥，我就是故意针对陆定坤的。想起了两人之前的明争暗斗，他一次都没在陆定坤那儿讨到便宜。祖父，大哥，陆定坤在青阳城时总欺负我，还占了我家的小院呢。子素，休得颠倒黑白。这个眼盲心瞎的傻弟弟真是不能要了呀！过去与京城纨绔一骑之争也就罢了，如今还敢倒打一耙对上皇上，真会作死呀！偏偏对面皇上冷着脸，还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静静看他傻弟弟作死。云无痕不敢违抗圣旨，他们骆家人也不敢违抗圣旨，跟傻弟弟挑破皇上的身份。怎么办？谁来救救他家傻弟弟呀？他祖父可是3朝帝师呀，为何看起来也有些怕陆定坤呢？就连车帘后面的林立夏也好似在躲避陆定坤的眼神，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？他下马，一身体挡在马车前，正好挡住姬慎看林立夏的目光。妹妹不怕，哥哥给你挡着，看他能将我怎样。骆傻子，你穿的衣服太阳底下又红又闪的，你想闪瞎他们谁的眼呀？有中闪？骆子素回头看见祖父在揉眼睛，看见林立夏用手挡着光，他灵机一动，看他怎么去闪瞎陆定坤的双眼。骆傻子，别胡闹！云无痕，你松开我！再观姬慎，面对骆子素挑衅的态度，犹如游戏大佬面对萌新的挑衅，压根儿就没有当一回事啊！全程都没有给骆子素一个眼神，所有注意力都用来盯他了。这两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子素哥哥，你努力读书，以后凡是去我家提亲的人，你负责给我守肋。听见这话，骆子素瞬间不再跳脚，
好似斗赢的大公鸡，只差对天长鸣，昭告所有人，这一局他骆子素胜利了。陆定官，你听见没有？姬慎轻轻地瞥了骆子素一眼，就再次收回了视线，看向对面的林立夏。洛寒子又中计了，竟没听出林立夏这番话的重点在努力读书上。林立夏，你家面馆开张的事儿犹在眼前，你让骆子素受累，就不怕你家门槛被踏破？林立夏瞳孔微微一震。面馆开张时，骆子素守不住擂台，天天懊悔读书不用功。姬慎这样拱火，骆子素还不得炸了？陆定官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如今我学问好着呢。有多好？敢不敢去挑战龙腾书院第一才子顾诗明？顾诗明比他小几个月，在他还是纨绔时，顾诗明就素有才子之称。可恶，陆定坤故意挖坑等着他跳呢，怎么办？不敢吧？谁不敢？陆定官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摘掉顾世明第一才子的头衔。林立夏瞠目结舌，姬慎不愧是能站稳皇位的人呢，捏人命脉，一击必中。骆子素是翻不出姬慎的手掌心了。骆明德眉头紧锁，他这个三朝帝师白当了，在拿捏孙子上还不如皇上半分谋略。那你可要趁早啊，等着顾诗明考中状元，你就是笑话一场了。你才是笑话一场呢，顾诗明才是他最大的对手呀。子素哥哥，你别慌，你才认真读书1年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你要相信自己读书天赋异禀。看着林立夏的眼神越发的深幽，原来洛憨子的轻狂是林立夏一点点喂大的。骆子素确实有点读书天赋，但顾诗明读书天赋亦不差，除非骆子素能比顾诗明读书更加的刻苦。林立夏，你看着他像是能做到的人吗？谁说我做不到啊？这半年时间，我骆子素都没有在死之前睡过觉。子素长大了，子素莫慌，你祖母说你有福气，只要你肯学，祖父有法子让你赢过顾诗明。咱们回家。肯学肯学。听见祖父给他打气，骆子素激动的连连点头，牵着马跟上马车。祖父，您说的法子是什么呀？能不能让我先超过陆定坤呀？他抬眸看向皇上，连他这个三朝帝师都常常感叹，对于读书，皇上聪慧的好似上一辈子早已学透，一点就悟。子素，祖父累了。林立夏，帝师大人累了，应该让他好好休息。你坐我的马车，我送你去骆家赴宴。这不合适，您的车驾，您身边的护卫都太过引人注目，他出进京城，担不起这些瞩目。对，林立夏连连点头。疯男人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掠夺和侵略性，他说什么都不能上他马车。我记得云将军曾说过，满京城的闺阁千金做梦都怕着嫁给你，我可不想去拉这个仇恨值。主子，林姑娘这话听着有点酸，说明她比之前更在意你。林立夏咬紧牙槽，员外你等着，下次来云家请你喝醋。有点酸。他不能将人逼得太紧，免得林立夏又给他送来一车的礼记。他总不能让满朝的文武都跟着再学一遍礼记。陆将军，我肚子饿了，沿途奔波都没有吃好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陆将军，咱们有空再续。小壮，将马车赶快点，等会儿进城请你吃猪蹄膀。好，公子，你骑马快些，回去晚了，猪蹄膀小的就一个人吃完了。妹妹，你等等哥哥。先告退。骆大人，谨言慎行，方是长远之道。谨遵教诲。陆将军、云将军，今日先行一步。林文耀骑着马从姬慎马车前经过时，笑得一脸客套。等家里安顿好了，再邀你们来吃饭。好，一定去。主子，咱们还追林姑娘的马车吗？不追了，她肚子饿时心情不好，回去吧。让风随影觐见。骆子博抬头看着门匾，门匾是新挂上去的，上面简简单单2个字：林宅。门口摆着2座威风凛凛的石雕老虎，让骆子博诧异了一瞬。骆子素看出了不对劲。妹妹，哥哥看着石雕老虎有点眼熟啊。哦，哥哥想起来了。妹妹，这是照着陆定坤养大的那只老虎雕刻的，看着挺威风啊。想想呀，我听闻石雕老虎是贵族才能摆设。对呀，夏夏，陆将军送咱们这对石雕老虎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子博哥哥，像我们这样的富裕人家摆这个是不是违规了？没有。骆子博收起了眼底的震惊。若你们自建小院，这石雕摆在这是不合规矩，但这龙腾别院乃是皇上命人建造，先是赏赐给我祖父，我祖父又转赠给你们，这就不违规了。咱们的马车停在这儿有一会儿了，怎么都没人来开门？夏夏，我们都在这儿。钱多锦挽着清幽从林家隔壁小院出来，林立夏笑着走过去，看见上面挂着钱宅的门匾。大嫂，才几步之遥，你以后回娘家很方便，只是钱伯父可能要受累了。这话怎么讲啊？
钱伯父学问好，我爹我大哥他们读书读不明白，少不了要上门请教您。晚辈骆子博见过钱先生，祖父让晚辈代他向您问好，感谢您对我们家子嗣这段时间的悉心教导。骆大人，您这番话折煞老夫啊，是子嗣自己有天分。钱世崇带着骆子博进入了钱家，林立夏转个身观察周围的其他别院，他寻找了一圈，很确定没有在别家门口看到石雕的摆件。他忍不住脸颊发烫，姬慎这个皇上闲得很嘛，特意给林家弄这么一对石雕老虎，他想做什么？林立夏，你在看什么？听见那道熟悉的声音，林立夏心中一颤，心跳犹如在击鼓。这年头当皇上这么闲的吗？说好3日后邀他吃饭，他怎么现在就来了？晚霞的余晖洒在他的身上，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，显得他俊朗非凡。陆将军，这是你家？林立夏，想不想参观一下我的小院？不太方便。陆将军，我家初到京城，还有许多的事情要操办。我帮你。林立夏，要我做什么？陆将军，让你干活会不会不太合适？这儿是京城。林立夏，在林家村，在梅花城，在青阳城，你可没少让我干活，到京城就怕啦？有点怕。林立夏低下头，藏住了眼中的狡黠目光。毕竟你现在是皇上的表兄，身份非同一般，我怕让你干完活后，你来个秋后算账。林立夏，这些年我给你家干的活还少吗？之前没有秋后算账，以后也不会有秋后算账的。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这对石雕老虎是不是你的意思？是。想不想见见你亲手养大的老虎？等得空再说。陆将军，这对石雕老虎位置有些不正，你帮我挪动一下。主子，让属下来。林姑娘，这个石雕老虎你想怎么调整？云将军，左边的老虎头朝外边挪一挪，右边的老虎头朝里边挪一挪。林立夏眼中的遗憾一闪而过，很快又恢复了笑脸盈盈的模样。林姑娘，我家主子到现在还没用晚膳呢。哦，那陆将军快回家用膳吧。陆将军，饿久了对胃不好，你赶快回家吃饭吧。林立夏，你听说过龙腾书院的柳元璋吗？听说过，听说教出来很多栋梁之才。想不想让你大哥拜在他的门下？想。那进屋聊？对，进屋聊。你若不嫌弃。不嫌弃啊！我现在还时常惦记你在林家村时做的饭呢。皇宫什么山珍海味没有？即使你干嘛非要吃我做的饭？什么意思？奴役我？林立夏，龙腾别院的布局都一样，厨房在西边。姬慎说着就朝林家厨房的方向走去。岳无痕惊得脚下一顿，不是吧？别告诉他皇上这么殷勤的朝林家厨房走，是要去烧火？看见姬慎熟门熟路朝林家厨房走，林立夏瞳孔地震。姬慎这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还要给他烧火？他掌勺配个皇上给他烧火，这顿饭也不是不能做。陆将军，没想到我当时随口一说圈地盖房，你回京就付出实际行动，这波没少赚吧？林立夏，你羡慕吗？不羡慕，我无权无势，这圈地盖房的生意我可做不了。林立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让你成为。陆将军，食材很丰盛，好像柴火不太够了。我去劈柴。陆将军，回京这么久，你还记得如何生火吗？记得。姬慎笑着坐到小板凳前，拿起火折子点燃一把干草，等干草燃烧后才放下木柴，不一会儿就将火烧得很旺。陆将军，你将火烧得再大一些，这样煮出来的排骨粥才香。好。透过水蒸气看着忙着切菜的林立夏，姬慎笑得一脸满足。他听说只有恩爱的寻常夫妻才会一个烧火一个掌勺。林立夏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。哐的一声响，你偷偷昧下我银子了？没有，林立夏，我不缺你这点银子。当初在林家我逼你发毒誓的时候，你糊弄我了。陆将军，我最讨厌欺骗，你这个表情肯定是糊弄我了。没有，我就想说柳元璋的事儿。柳元璋什么事？只要姬慎不坦白身份，他就还能把姬慎当长工再使唤一段时间。陆姬慎，你将火烧大点，难怪我奶奶总夸你会做事。林立夏，柳元璋是天行的老师，让他给你大哥引荐不难，但是你大哥想要拜在柳元璋门下，恐怕要……妹妹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厨房。林立夏拿着菜刀跑到厨房门口应了一句，又回到厨房继续切菜。妹妹，我跟大哥过来跟你道别。子苏哥哥，子博哥哥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冉先生年纪大了，累得不轻呢，让他好好歇歇。妹妹，陆定坤怎么在这儿？
他住隔壁。就看见骆子博脚下踉跄一下，朝厨房门口跑去。他表妹竟让皇上烧火。林姑娘，柴劈好了。林姑娘，你看柴够不够用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劈点儿。严将军，你要是还能劈的话，就再多劈一点，我待会儿多做点饼让你带走。劈的都。云无痕看向坐在灶台前的皇上，这皇上都烧火了，他劈点柴怎么了？关键是这两人都还很配合，太惊悚了。子素，你去烧火。我抢兵，陆定宽，还是让他烧火吧。抢？陆定宽，你从林家村给妹妹烧火，一路烧到了京城，你是不是烧火上瘾呐？骆子素，你这么闲，有信心赢过顾时明？妹妹，你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弄个排骨粥，2位再做个葱油饼配粥。妹妹，哥哥也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。众人抬眸去看，姬慎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柴火，淡定自如地塞到灶台下。骆大人，听闻你们户部最近很忙呢？是很忙。立夏姑娘，我府中还有要事，今日先告辞了。子博哥哥，我送你。不了，等会儿锅里的粥糊了。夏夏，我送他们。小姑父，少让那个陆将军干点活。这个话得跟夏夏说。算了，当他没说吧。表妹明明知晓皇上身份，还故意看着皇上给他烧火，想必是很享受奴役皇上的乐趣。厨房内看着忙碌的林立夏，姬慎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感。林立夏，火够不够？刚刚好。林立夏，你与骆家关系很好，骆子博为何在这儿？我们两家生意来往很多，他顺道来拜访钱先生。你喊他子博哥哥。子素哥哥是我义兄，我随他喊。寻常百姓家亲戚都这样呀。拿出一双筷子，将饼递到他跟前。骆将军，饿了这么久，先吃几块饼垫垫肚子。他明知这一抹熟悉又狡黠的笑是林立夏算计他之前的惯用讨好手段，可他偏偏说不出拒绝的话。他拿起了筷子，坐在灶台前，细嚼慢咽地品尝着新鲜出锅的葱油饼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粥差不多也要好了，我再给你盛一碗粥。半晌后，等到姬慎吃饱，心情正好时，林立夏笑得更甜了。陆将军，你能不能让徐天行来我家指导一下我大哥？陆将军，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徐天行肯定了解柳元璋，知道柳元璋都考哪些范围。云无痕蹲在门口，听见林立夏这番话，低声笑得一脸的幸灾乐祸。以他对皇上的了解，皇上不会拒绝林姑娘的要求，到时候受累的就是徐天行了。哎呀，皇上吃林姑娘一顿饭，他给林家劈了一堆柴火，足够林家用半个月。徐天行负责指导林立东，怎么着也需要受累半个月呀，想想就很公平。就是可怜他这胳膊，得回宫抹点药才能提得动剑呐。肚子却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空腹鸣响，引得厨房内两人纷纷看向他。失礼失礼。话音刚落，就得到主子一个冷眼。林姑娘，柴火都已经劈好了，若无其他事，我先告。严将军，吃个饼垫垫肚子。严将军，你尝尝。你看陆将军做事，这顿饭你劈柴，他烧火，我掌勺，3人合力完成的，有你一份功劳。严将军，蹲在那儿吃多难受，来坐这儿吃。林立夏搬了个小板凳，特意放在姬慎的对面。严将军，你就坐在这儿吃，正好方便聊天。云无痕一脸惊恐地看着林立夏，聊什么？皇上已经觉得他很碍眼了，再聊下去，他又要被罚月俸了。陆将军，严将军可以坐在这儿吗？坐。姬慎冷眼扫了云无痕一眼，眼神只差没写明快吃，吃完滚蛋。云无痕的身子一颤，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饼。看着云无痕吃得很急，林立夏心中也是很慌张。严将军，你别急，慢慢吃，这还有很多。仓促之下，一大口没嚼碎的饼卡在了嗓子眼儿，被噎得面红耳赤，脖子上青筋都要露出来了。见状，林立夏心中一惊，连忙放下了手中的锅铲，冲着灶台前的姬慎喊道：“陆姬慎，快过来帮忙，云无痕快噎死了！”姬慎的嘴角一抽，放下了手中的柴火，一脸嫌弃地提着云无痕丢到了厨房门口，用空心手掌多次拍打云无痕背部，直到云无痕吐出一大口的饼。这闹的什么事儿？差点噎死个将军！无痕多谢主的救命之恩。自己收拾干净。姬慎满眼嫌弃地转身进了厨房。主子，林姑娘，属下刚才被噎得嗓子疼，想回去找个大夫看看。去吧。严将军，今日辛苦你了，这些你带着路上吃。厨房内，云无痕一走，姬慎觉得哪儿都很顺眼，就是林立夏不敢看他。林立夏，徐天行最近有些忙，我教你大哥读书如何？你不忙？林立夏拿着锅铲的手一颤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姬慎。陆将军，我好总劳烦你教我大哥读。无妨，林立夏，有无痕和天行分担，我晚上过来教你大哥读书。这不妥。怎么不妥？林立夏是在害羞吗？林立夏，你忘记了，当初是你逼着我让我教你大哥读书，那时妥当，现在为何就不妥当了？那不一样，陆将军，我大哥与大嫂新婚燕尔，晚上不方便读书太晚。新婚燕尔？
姬慎打断了林立夏的话，眼眸幽深。为什么不方便读太晚？陆将军言之有理，我这就去喊我大哥来。看见林立夏落跑的背影，姬慎满眼的错愕。他是吓着林立夏了？林立夏跑这么快，锅里的饼他不能不管呀。若是让饼糊了，林立夏回来看见肯定要说他。姬慎将火调到最小，洗了洗手，一脸认真站在灶台前，转动着锅里的饼。营中仓皇赶来，正好看见皇上在做葱油饼，他惊得脚下一踉跄，差点就被嘴里没吃完的饼给呛着。他方才吃的饼不是林姑娘做的，而是皇上做的。老天爷呀，他这么仓促跑来讨好皇上，全是瞎折腾。若不能他吃了皇上做的葱油饼，还看见高高在上的皇上在做葱油饼，会不会被罚越俸？想到这儿，营中悄悄地后退了一步，退出了皇上的视野范围。营中，你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营中是满头的黑线，环顾四周，看见地上有个空水桶。我打算把水缸挑满再进去。哦，陆将军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？我家夏夏呢？林家伯父，许久未见，你书读得怎样？林文耀的神情僵住，普天之下，他应该是最惨的岳父吧？一见面，话说不到2句就要考他学问。林家伯父，难道你想在你女儿需要你时，你除了眼泪一无所有吗？陆将军，您请出题。林文耀咬着牙，硬着头皮做出了备考的架势。见状，营中想笑又不敢笑，却很同情林文耀。别人家都是岳父考女婿，逼着女婿用功读书，考中功名才能娶女儿。可到皇上这儿，变成了女婿考岳父学问，还逼迫岳父努力读书，好娶岳父家的女儿。营中提着水桶的手一顿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妥了，皇上考完岳父，又要考未来大舅哥呀，这个热闹更好看了。尹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主子呢？回林姑娘，我家主子在考林家伯父的学问。考我爹学问？林家伯父，这个题你都答不上来，你读书还需更用功一些。我现在就回去读。看着自家老爹仓皇逃跑的背影，林立东想转身，却被自家妹妹一把推到了厨房。大哥，陆将军不辞辛苦的要教你读书，你好好学，大嫂还等着你给他正诰命夫人呢。陆将军，我大哥就交给你了，你认真教，我屋里还有一堆事要做。说完，林立夏不给2人反应的时间，转身就走。营中，你很闲，就去将院子里的空地翻一翻。遵命。林立东，你这次进京有什么打算？夏夏都安排好了。去龙腾书院读书，然后参加明年的春闱。考中之后，你想过仕途有什么打算吗？陆将军，仕途的事儿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的，还要看当今圣上怎么安排。陆将军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夏夏的意思是，等我考中进士，他就花钱疏通关系，让我外放做官。哦，林立东，林立夏有没有说为何是外放，而不是留在京中做京官？林立东，你妹妹对你期望颇高，她想让你拜在柳元璋门下。我认为这要结合你个人仕途的打算，再考虑拜在谁门下合适。陆将军深思远虑。陆将军，我家夏夏说我情商不高，留在京中做京官很难出头。夏夏说让我寻个外放的机会，更容易出政绩。夏夏还有一句，外放当土皇帝，可比留在京城装孙子来的自在。林立东是没敢说呀。他倒是考虑得很周详啊，可你若不能通过明年的春闱，他的一切谋划都白费了。林立东，许久未见，让我考考你的学问。姑娘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发热了。大哥，你快骑马去一趟骆家，借他们的府医一用，奶奶发热了。好。且慢，营中就近请个太医来。遵命。谢谢。这位沈太医住得近，而且医术不错。有劳沈太医了。使不得，姑娘，可否让在下先看看病人的情况？营中，速去把药取来。遵命。沈太医辛苦了，喝茶。能为您效劳，是小的荣幸。沈太医，您若方便给我爷爷也看看。荣幸之至。姑娘，你有时饥饱不均，导致脾胃受损，气血生化无源，身子骨亏虚，那会怎样？轻者影响子嗣，重者影响寿元。那陆将军，出锅的第1碗就给你端来了，你快尝尝。林姑娘，主子到现在还没有用膳呢，这个先喝，暖胃。陆将军，你今日来晚了，我们已经用过膳了，这是让袁嬷嬷重新给你做的。奶奶身子好点没？姬慎一边吃饭一边与林立夏闲聊，这可将一旁的容嬷嬷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。这还是那个养尊处优的皇上吗？竟喊一个农妇老太太奶奶，还有点咳嗽。陆将军，我们初到京城，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帮助，我想送你几幅画做谢礼，不知你能否看得上？什么画？你在这儿等一下。姬慎起身走到箱子前，拿起一幅画打开，眼底全是笑意。为何想到画我？
为你祈福。我之前说过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只有你好，我们林家才会越来越好。抬起手做出了一个屏退下人的举动。林立夏觉察出不对，连忙站起身，比容嬷嬷先一步走去。他心底打起了12分的戒备啊，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被强吻的画面。陆将军，这雪越下越大，天也越来越冷，我怕你回去的路上冻感冒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我喝了那个汤，特别容易犯困。林立夏，你不必送我，早些回去休息。我看到你上马车就回来。林立夏，家里缺什么你跟影中说，让他去办。不缺，什么都不缺。你给我找来的人很得力，早在下雪前就准备好了一切。如此甚好。陆将军，看见这漫天的白雪，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事。那时你我皆是被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在茫茫的白雪中赶路。幸好今年咱们就不必那么辛苦。陆将军，我打算配合沈太医好好的调养身子，尽量不在雪中吹冷风。你也尽量少出门，好好的养一养身子，等雪停了再出门。你不想见到我？天寒地冻的，担心你不安全，也担心你受寒。林立夏，我从小习武，身子骨比一般人康健许多。那也没有必要吃这个苦，关心你的人舍不得你吃苦。好，依你。等风雪停了，我再来看你。风雪停了，湿气也重，也容易湿邪入体。等地面干了，太阳出来了，你再来，我给你做一道新菜。好。直到这场雪下下停停，停停下下，地面1个多月都没有干过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影中，他为何在这儿？主子，骆子素说林家读书氛围好，这段时间一直住这儿。影中的话音刚落，姬慎气得捏碎了手中的杯子，他可能又被林立夏给骗了。容嬷嬷，怎不见林立夏？林姑娘出去了。出去了？林立夏，他骗我。容嬷嬷，他去哪儿了？去看铺子了。出去了多久了？用过早膳就出去了。往常这个时间，姑娘快要回来了。往常？姬慎眼中的冷意又深了几分。说好的养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林立夏竟然经常冒着风雪出门。搬张椅子来，我等他。姬慎把玩着林立夏赠他的平安扣，静坐在林家院子门口，眼眸盯着门前那条路。云无痕以影中，一左一右伴在姬慎身侧，像2个门神。林立夏乘着马车，远远看见这3人的架势，就觉察出不对了。陆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年礼物，正好不用我亲自跑一趟陆家啦。姬慎眼底怒火凝固，慢慢的转变成不敢置信的欣喜。林立夏冒着风雪出门，竟是为了给他准备新年礼物。他还怀疑林立夏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林立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又来了，姬慎又想跟他坦白身份了。陆将军，不急，我这沿途回来又饿又累，等咱们用过晚膳再坐下来慢慢说。容嬷嬷，快取暖炉来。哦，老奴马上去取。不用，车上的手炉一直暖着，方才急着给你送礼，忘了拿。林立夏，以后不可如此，你安好足以胜过一切。由心而生的甜蜜涌上了头，脸颊烫得不受控制。林立夏不敢直视姬慎那双专注又深情的眼�眸�，他看向一脸震惊的容嬷嬷。容嬷嬷，晚膳可有准备好？回姑娘准备好了。容嬷嬷，你去唤我大哥出来陪陆将军用膳，我与青妖姐姐他们一桌。去唤林家伯父一起，顺便考考他们学问。林文耀听见这话，恨不得掉个头，转身离这不速之客越远越好。他一脸求助地看向女儿，看着自家老爹一脸惧怕的模样，林立夏很想大笑，又觉得不厚道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等他爹他大哥知道了姬慎的身份，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茫茫的白雪中，就只有他和姬慎2架马车，还有姬慎忠心耿耿的护卫。这对敢强吻他的姬慎，岂不是再无顾忌？怎么办？林立夏心中慌得溃不成军，想要下马车却也来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姬慎行云流水地踏上他的马车。下去。姬慎一声令下，将严墨赶下了马车。马车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嘎吱嘎吱声，脚步从马车周围向远处扩散。林立夏下意识地掀开车帘，看见影中带着人撤离到马车10米远的位置，还不忘带上研墨。他心中又慌又乱，姬慎将人支开这么远，想要对他做什么？林立夏，你在躲我？为什么？你让我害怕。林立夏眼眸看着马车外边，不敢回头，他怕看到姬慎那张俊脸，守不住掐断这段情愫的初心呢。你不守礼，我是女子，你做的这些事……林立夏，我娶你。姬慎急切地说出了内心压抑许久的情感。
林丽夏心尖一颤，抓着帘子的手紧到指尖开始发白。原本还算宽敞的马车，因为多了一个鸡肾，让她觉得空气都稀薄了不少。脸颊烫的能煎鸡蛋，说不心动肯定是假。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，这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呀！鸡肾就是最高统治者。我二哥尚未成亲，女子成婚太早影响寿元，我3年后才会考虑议亲。你这样对我步步紧逼，我怕你失去克制力，我将万劫不复。难怪林丽夏会用迷药将他迷晕，这得有多怕呀！面对林丽夏，他确实不能太信任他的克制力。林丽夏，你别怕，我跟你保证，尚未娶你前，我会极力克制自己。都能克制自己，又怎会有情难自禁这个词？姬慎心尖一颤，忍不住的狂喜涌上了心头。原来这段感情不止他一个人在压抑和克制，林丽夏同样怕情难自禁。你想我如何做？少见面，尤其是不能独处在这种狭小的空间。听见了林丽夏这样说，姬慎心中的狂喜逐渐的平息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无奈的笑。林丽夏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有关我身份的事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们身份相差悬殊，所以才要3年后再议。陆吉慎，这是这批玉石料子中最特殊的一块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块，送你。送我的？陆吉慎，我在紫竹城买了院子，买了农田，我们合伙办个万金油作坊，我出技术出场地，你负责出人出力，利用你手中的人脉，将万金油销售到凤鸣国和虎啸国，赚来的银子除去成本，咱们2人5-5分如何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林丽夏瞪大双眸，心中越发的没有底气，说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大。稳赚不赔的买卖，别人求都求不来，我带你一起赚钱，你还不乐意？为什么选紫竹城？那儿风景好，离京城近，物价便宜，成本低，商贸又发达，是最优的选择。好，雪越下越大了，我要回家，暖手炉你拿去。听出了林丽夏想赶他下车，姬慎僵住，没有去接暖手炉。你拿着。看着林丽夏眼中狡黠的笑，姬慎的神情是神经。从他踏上马车，就一直被林丽夏牵着鼻子走，答应林丽夏要手语，还同意林丽夏在此地城。林丽夏总是能牵动他的情绪，他也总是对林丽夏一次次的妥协。两人的命运，或许从他第一次向林丽夏求救时早已注定吧。想到这儿，姬慎握紧了手中不够暖的手炉，极力克制想要吻上去的冲动。林丽夏，临近除夕我会越来越忙，年前应该没有时间再见面，我送你回家，顺便考一考你大哥的学问。